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。这一集我们来讲第5季的大结局。上集的老爷离开莫提和乌鸦开始冒险之后，这一集开头官方就整了个大活。这不，随着人群的尖叫声响起，老爷伴随着中国风 BGM， 骑着乌鸦马进了村。村子里一群猫头鹰人正在趁火打劫，老爷将其中一只打进地下，并且摘下了一朵白花放在猫头鹰胸前，有日本武士那个味儿了。见同伴被杀害，另外2只猫头鹰傻眼了，他们和乌鸦确实是世仇，但老爷你一个人类又不住大海边，管那么宽干嘛？但老爷自诩是带着乌鸦力量的乌鸦人，出手就将剩下2猫头鹰咔嚓解决。人群发出了欢呼声，莫提混在了人群，尴尬的笑了笑。老爷听出莫提的声音，但他此时仍然痴迷于和乌鸦组队。面对莫提支支吾吾的挽留，老爷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这时 OP 出现，味儿真的太冲了，有点受不住。之后老爷进入了竹林中的酒馆，询问邪恶稻草人的下落。这时一柄飞斧横扫过来，老爷一个弯腰躲了过去。这时一只大猫飞扑，将老爷逼到了绝境。但显然这场景是老爷故意演出来的，毕竟下一秒他就反杀了敌人。但比起这个，让老爷吃惊的是莫提的情况。莫提现在看着已经30-40岁，他告诉瑞克，咱俩得谈谈。杰瑞得了绝症，夏末嫁给了一个赌鬼，你得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。但瑞克仍然冷酷无情的离开了。直到入夜后，2只乌鸦背着他悄悄飞出窗外，老爷一路追了出去，这才发现被他当做伙伴的乌鸦居然和大反派稻草人搞到了一起。瑞克想斥责2只出轨鸭，没想到稻草人反过来指责他才是第三者。老爷看了一圈，发现稻草人房间内放着3支牙刷，显然稻草人并没有说谎，乌鸦真的把他当替身了，并且他们也以为老爷是将他们当做莫提的冒险替身。好在老爷已习惯背叛，幸亏这只是冒险队友被撬，不是对象被撬。但稻草人却用实际行动向老爷展示了他和乌鸦之前的关系。老爷捂着被辣痛的眼睛，连夜逃回家中，将之前的衣物一把火烧掉。乌鸦麻被他始乱终弃。老爷撬开门，庄严版的莫提尴尬一笑。没等爷孙俩上演久别重逢，杰瑞先出来了。瑞克震惊，你这渣子不是绝症了吗？是什么医学奇迹让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却一如既往的小废物相？随后贝斯和夏末也纷纷出现。莫提见势不妙，这才解释他是自己吃的老化药，试图用道德绑架瑞克老爷。不过老爷也不坦诚自己是被乌鸦背叛了，而是嘴硬的说自己觉得乌鸦太粘人，他烦了。贝斯却有些生气，他觉得爷孙俩关系太离谱了，搁这搞什么 PUA 呢？赶紧把我儿子变回去。但莫提显然是深陷其中，他现在只想和老爷和好，到底 P 不 P 都无所谓了。杰瑞感慨，不愧是我儿子。莫提闻言赶紧问老爷，你要不还是先把我变回去吧？老爷问他在哪儿搞的老化药，莫提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在大本营。于是老爷摸出了传送枪，决定带着莫提重温一下瑞城大冒险。结果一进去，老爷就被里面其乐融融的气氛给震惊了。莫提告诉瑞克，这里新当选的总统是个莫提，在这位总统的统治下，这地方变得欣欣向荣。老爷将莫提带到了修复院，医生莫提将他直接一分为2，抽取了老年化的部分。随后一只粉粉嫩嫩的莫提出现了，医生莫提很冷漠，拿着医疗报告找到老爷，来吧，商量一下这多余的26年存放的费用。老爷纳闷，干嘛要存在这里？医生莫提立刻放出了26岁的莫提出来，俩人都没料到26岁的颓废莫提正义感十足，看见门外有畸形莫提被警察控制，他立刻冲了出去帮忙，却被警方开枪击毙。畸形莫提正嚷嚷着瑞城就是个屠宰场之时，警察又开枪将畸形莫提击毙了。瑞克大呼不妙，这事儿得成种族纠纷了，快逃！但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瑞克面前，总统莫提邀请俩人去吃饭。莫提对能当上总统的自己十分好奇，便嚷嚷着要去看看。听见总统莫提点名要见 C-137的瑞克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阴谋。不过眼看莫提不高兴了，老爷也只能跟着去了。莫提点头，心说吃个饭不能怎么着吧。莫提这一顿吃得挺开心，而总统莫提一出现，矛头直指瑞克。他说自己一直在找 C-137的瑞克，没想到瑞克真的会来见他。瑞克立即举枪说总统要搞事了。外孙一脸不信邪，老爷被外孙怼了一顿，这才收手。但是他一向看政治家不太顺眼，总统摊手表示瑞城最开始都是你自己制造的。莫提震惊，瑞克老爷赶紧岔开话题，谈起刚才被击毙的畸形莫提。要是总统莫提真的是一个好总统，统治范围内又怎么会有畸形莫提被奴役的事情发生呢？莫提觉得确实，于是反问总统。总统一脸遗憾地说他也不想呢，但他现在在忙一件事情，需要庞大的人力支持。
如果瑞克要是愿意将降低中心有限曲线的办法告诉他，那么这些人就不需要当苦力了。老爷当场就想离开，但是莫蒂却有些好奇总统说的意思。这时总统桌下弹出了一个投影仪，仪器里记载的全是老爷的记忆。老爷傻眼了，吃个前菜的时间你还能扫描我大脑？当然这份记忆备份是第1季第9集的时候就被扫描了。提示这件事的人顶着还是漫威老爷子的外貌，也不知道是在致敬还是在……看样子对于编剧被挖走的事情，官方还是耿耿于怀啊。这时爷孙俩终于想起来了，异口同声的惊呼邪恶莫蒂，但为时已晚，他们俩都被捆在了凳子上了。总统果真耍了鬼主意，莫蒂后悔不已，连忙向老爷道歉。老爷说他有空道歉倒不如帮找螺丝刀。邪恶莫蒂摇了摇头，决定给莫蒂看点真相。他将老爷的记忆器扎在了莫蒂的脖子上。原来之前莫蒂看到的莫蒂人墙是瑞克们搭建的，他们需要大量的莫蒂作为外墙，防止被检测观察，而有需求就会有市场，有市场作为资源的莫蒂就成了抢手的东西。瑞克想尽办法让贝斯和杰瑞凑成一对，并且抽取莫蒂的基因克隆，最终衍生出了很多个瑞克和莫蒂的组合。莫蒂就像是瑞克为自己创造的玩具一样。莫蒂从昏迷中醒来，立刻问老爷这是真的吗？老爷回答不完全真。两个莫蒂异口同声的骂了一句撒谎。这时老爷解开了机械锁，将莫蒂解救出来的同时也给了邪恶莫蒂一枪，换来的只是邪恶莫蒂轻描淡写的嘲笑。老爷打算离开，可邪恶莫蒂压根没打算拦他。这时老爷感觉到不对劲儿，问莫蒂是不是在这边补充了传送液。莫蒂点点头。老爷抓起一旁的瑞克塞进了传送门，对方被传送门搅了个稀巴烂。不愧是官方钦定的最聪明的莫蒂，帅。此时房间内涌进了好多瑞克，将老爷团团包住。于是他立刻用自己的血液造出了一个工具人瑞克。老爷就像资本家一样站在人群中间，瑞克们疯狂殴打他，痛苦的只有一旁的畸形打工瑞克，并且在挨打完之后，工具瑞克身上的能量又回馈给了老爷。靠着这些力量，老爷2拳干碎了其他的瑞克，好一个资本主义的空手套能量。解决完拦路的瑞克，老爷又给了邪恶莫蒂一枪，并且顺手摸走了自己的记忆。当然这一枪没什么效果，纯粹是为了泄愤。邪恶莫蒂冷笑一声，看着窗外一片乱象，等待着自己的计划收尾。瑞城内的广播突然响起了请不要离开。然而这些瑞克们在听见广播后，纷纷不信邪的掏出传送枪，最后全都成了传送门另一边怪物的养料。老爷带着莫蒂划开地面，准备去地底下找一个没被污染的传送液，结果爷孙俩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下方的传送液早在邪恶莫蒂的控制下汇聚在一起，被污染了，他们找不到出去的机会了。而瑞克始终不愿意说出真相的态度激怒了莫蒂，他一把抢过了装着老爷的记忆仪器，扎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莫蒂两眼一翻，他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老爷和另一个瑞克起了争执。老爷拒绝了带着传送枪的瑞克，对方在离开后通过传送扔下了炸弹，当着老爷的面将他的妻女全部炸死，老爷幸免于难。但很快失去家人的老爷也疯了，他研究出了传送枪，开始在各个世界寻找材料，搜集脑电波，只为了将记忆中另一个瑞克找到，然后复仇。这段时间持续了很久，后来他认识了鸟人，两人志同道合成为了朋友，但在战争结束后又分道扬镳。于是老爷再次踏上了复仇的道路，他来到了另一个宇宙中，找到了3星联盟的消息。瑞克一路杀进了联盟中，又找到了新的人物链。老爷将所有和那个联盟有关系的瑞克全部解决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成功之时，3星联盟的 BOSS 瑞克砸毁了魔方，老爷将他击毙，但这家伙也不是他要找的仇人，线索在这里断开，老爷自闭了，他不再冒险。可无数个世界结下的仇恨使得那些瑞克纷纷开始追杀他，老爷就坐在被炸毁的车库中，等着这些人送上门来，来一个他杀一个。很快 C137 的名声传了出去，瑞克们纷纷谴责老爷，老爷干脆打开传送门，开始大肆屠杀剩下的瑞克，始终找不到要报复的人。老爷对屠杀瑞克这件事也失去了兴致，另一群瑞克对他十分崇拜，于是老爷又将毁掉的3星联盟重组，成了之后的瑞城。但瑞城建好后，老爷再次失去了兴趣，所以他开着飞船一头砸进了还活着的贝斯的家中，就有了之后爷孙俩所有的冒险故事。莫蒂从昏迷中醒
点来，老爷正扛着他往前走，得知了瑞克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之后，他突然觉得老爷有些可怜。这个本来意气风发的天才，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妻女，最后成了如今疯疯癫癫的老人。房间的灯亮起，邪恶莫蒂嘲笑瑞克，他告诉莫蒂，你觉得瑞克可怜，是因为你透过瑞克的记忆看他自己，他自己觉得自己可怜，所以你也觉得他可怜。但是你看看这些黄色的记忆，那都是瑞克伤害莫蒂的记忆。邪恶莫蒂冷漠地看向瑞克，既然你这个天才认为活着可怜又痛苦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呢？老爷没说话，小莫问邪恶莫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邪恶莫蒂继续告诉他，我什么都不想做。你以为我是真的邪恶吗？不，其实我只是受够了这家伙的折磨，只想离开这个由瑞克构建出来的世界。瑞克们沿着无限创造了一个宇宙，这些宇宙就是他的游乐场，每一个莫蒂在这个宇宙中都是瑞克的玩具，而他仅仅因为想离开，所以就被冠上了邪恶莫蒂的头衔。但是只要莫蒂还在这个宇宙，早晚都会变成邪恶莫蒂。这时莫蒂意识到了什么，他问老爷，你真的是因为我才离开乌鸦的吗？还是因为你被他们甩了？老爷的沉默让莫蒂十分失望。邪恶莫蒂恭喜他终于想通了，现在的莫蒂也是邪恶莫蒂了。黑莫蒂启动了机器，那些没能逃走的莫蒂瑞克本来打算使用凤凰计划复活离开，但这些早就被邪恶莫蒂预料到了。传送液打开了空间的大门，而那些凤凰计划的瑞克和莫蒂则被搅碎，血肉成了邪恶莫蒂的飞船的输送液。莫蒂看得满身冷汗，老爷拽了他一把，赶紧跑路，但此时掉落的木板压住了老爷，而邪恶莫蒂也给了莫蒂一个机会，问他要不要一起离开。不过这一次莫蒂选择了老爷，邪恶莫蒂这才摊手表示逗你玩，其实另一个座位只是个马桶罢了。爷孙俩顾不得那么多，一路冲出了秘密通道，靠着最后一班列车，他们冲进了莫蒂堡。老爷刚刚推动引擎，就发现整个瑞城开始集中吸力给邪恶莫蒂做推引了。老爷观察到推动器下方写着和伙伴一起，于是伸手拉住了莫蒂，在俩人一同推动之下，飞船才终于逃脱了牵引光束。但此时他们手中的传送液已经全部消耗完了。另一边，邪恶莫蒂的飞船被能量包裹着冲进了缝隙之中，飞船穿透无数层障壁后，邪恶莫蒂眼前看见的是一颗崭新的星球。他打开关于瑞克的黄色记忆，发现这些记忆在这个宇宙分崩离析。邪恶莫蒂欣慰地笑了，他拿起传送枪，金黄色的传送通道出现在他面前，邪恶莫蒂走了进去。这集的故事给第5季画上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句号，但随之而来的是官方留给我们更多的猜想。邪恶莫蒂去的另一个世界会不会有故事线展开？而失去了传送液的老爷带着一整个莫蒂堡的飞船该何去何从？但不得不感慨，邪恶莫蒂的智商和谋划，他的聪明和狠厉的手段恐怕并不比瑞克老爷差。而那位杀害了 C137 老爷妻女的夹克瑞克究竟又是谁呢？莫非也是在中央曲线世界外的瑞克？另外，老爷在第一次接触到3星联盟的时候，那个世界的莫蒂似乎是个穿着裙子、长发及腰的女孩。那么第5季的故事到这里就落幕了。官方这波是把我的胃口完全吊起来了，我就等着第6季，他还能给我整点什么新花样出来，还有鸟人女儿的线路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